我嫁给了江城首富的儿子江毅。婚后不久，江毅便出了车祸，一直昏睡不醒。一夜之间，我的克夫之名响彻了江城。为了照顾他，我选择息影回归家庭，却发现车祸是假，前女友是真。离婚那天，他问我，只要不离婚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那你就真的出一次车祸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和江毅结婚那天，我的名字挂在热搜榜上整整1周，几千万人一起祝福我。男才女貌，太配了吧！不愧是双冠影后，简直气质绝尘。没有人觉得新郎真的很帅吗？楼上，我同意。作为首富家儿子，江毅这个颜值也太犯规了吧？没有人提柳柳吗？果然，互联网没有记忆。事后，柳柳是江毅的初恋，也是他唯一承认过的女朋友。我和柳柳是大学好友，为了江毅闹翻了，他入行比我早。为了江毅把我堵在化妆间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江毅喜欢你吧？如果我说是呢？江毅从门后走出来，挑起我的下巴，他的眼睛深情得像一片大海，我不由自主陷入其中。婚后，江毅很宠我，他会心疼我熬夜拍戏，亲手将早餐送到床边，会宠溺地抱着我在客厅绕圈，只因我懒得走路。会连夜赶飞机，只因我说了一句想他。我曾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直到一场车祸。江心克夫吧，早就听说他拍剧必有人祭天。你们命真够脆的，一个女人就能把命给你刻没。这么一个美人，可惜江毅无福消受了哟。自由宽泛的网络，能捧你大富大贵，自然也能杀人于无形。和这些相比，更令我心寒的是江家的态度。公公事发后不再和我说话，婆婆明里暗里诋毁我。我早就不同意这门婚事，阿义偏要娶，这下好了，到现在还不醒过来。婆婆的哭声和公公克制的安慰清晰地传递到客厅。坐在人声鼎沸的看客中央，我只想逃离。转过头，我看着躺在床上江毅安睡的侧脸，又找回了站在这里的勇气。我想，江毅的爱一定可以让我克服万难。如果我没有看见柳柳和江毅拥吻的话，真奇怪。本应该躺在床上的人，现在居然在和前女友拥吻。我看着眼前在月光下你侬我侬的小情侣，忍不住拍了下照片。咔嚓，清脆的声音让舌头亲密接触的两人像触电般分离开来。不好意思，是我打扰你们了吧？我从阴影里走出来，看见了江毅那张充满美丽的、令我午夜梦回的脸。对了，还有那张沾满了柳柳口水的嘴唇，好恶心啊！柳柳看见是我，仿佛想要一雪前耻般跨住江毅，生生阻挡住了他走向我来的脚步。他像是一个骄傲的老母鸡，迫不及待向我展示那枚刚从屁股里生出的鸡蛋。江心，不要怪我，是江家要瞒着你的，阿义也不想这样的，是吧？江毅，他明媚地看向他的阿义，与早前化妆间失落的他判若两人。我抬头看向江毅，重复柳柳的问题，是吗？江毅看着我，依旧是那双深情如大海般的双眼，但再也勾不起我的涟漪。我定定看着他，加重了语气，是吗？江毅，我看见柳柳亲昵的小动作，他摩挲着江毅的后背，似乎催促着他尽早答复。我记得他那儿有痒痒肉，他最喜欢我亲他那里，然后大笑着将我背在背上。对不起，江毅对我说。我搬出了江家。第2天、第3天，江毅康复和我们婚变的消息
也随之甚嚣尘上。我上车离开的画面占满了头版头条，被挂在热搜，成了江城茶余饭后最火热的谈资。可怜的江大美人也被豪门扫地出门了。江心是想抛弃老公吧？果然是蛇蝎美人。江心宝贝别怕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，付出吧。女人最忠诚的伙伴只有事业。我联系了经纪公司，给我找最好的律师。我们没签婚前协议，他们江家的财产必须有我一份。我才不要宽宏大量好前妻名声，没有什么比财产更有安全感。离婚协议书被我邮寄给了江毅，我却没得到他任何的回复。拍完戏的我回家，累得只想躺在床上，却看见门口摆放着的江毅的鞋，是忘了呀，家里的密码锁忘记换了。我走进卧室，看见江毅躺在床上，他浓烈的酒精气息萦绕，让我也有些发醉。我紧紧盯着他的侧脸，想起他说的情话，我的心里只有我的小江心。看着他的嘴唇，我又想起柳柳和他接吻的画面。我去马桶盛了一杯水，泼在江毅的脸上。前夫，你睡错床了。江毅懵懂地坐起，像不谙世事的少年。是我的宝贝江心，他冲着我伸出双臂。我拿起水杯，江毅，我不介意再泼你一次。对了，离婚协议麻烦你尽快签。前夫，我尽力表现出淡然，高傲地维护自己快要碎掉的自尊。江毅并没看出我的伪装，他通红着脸站在我面前。我看见他眼里斑驳的泪，惺惺作态。你为什么不来问问我呢？江心，我有苦衷的。苦衷？什么样的苦衷让你和前女友接吻？不用我教你，你也应该知道，这叫婚内出轨。他一言不发，从背后抱住我，眼泪顺着我的锁骨掉进领口。江心，我不会同意离婚的。我抽身离开他的怀抱，将杯子里的水泼在他的脸上。江毅，请你离开。发丝上的水滴落在地上，他倔强地看着我，用手掌细细抚摸我的后脑，扣住我的后颈，将我扯到他的眼前。他嗅着我的发尾，将每一丝发捧在掌心细细摩挲，嘴唇触上我的额头。他动情的样子让我感到恶心。江心，我不可能放弃你，你这副样子真应该让柳柳看见，不要在我面前提别的女人。江毅突然发了狂，一股失控的啃咬凝在嘴唇上，我被他用力地吻着，无法呼吸。我伸手推开他，却被江毅反手握住，贴墙压在耳边，以食指紧握的姿势，我用力踢向他的下半身。江毅吃痛放开我，我一个巴掌甩在他的脸上，控制不住的捂嘴跑进卫生间干呕。是的，我怀孕了。我本想将这个消息作为江毅清醒之后的礼物，但显然这对他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好的消息。江毅靠在门口，备受打击。我就这么让你恶心？江少爷，如果你但凡有点自知之明，就该滚了。他沉默着看我，突然温柔的微笑。老婆，我们不会离婚的。他终于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在卫生间吐得天昏地暗。我们的一开始不过是肉体的游戏，和他纠缠的女人那么多，我也没想过长久的羁绊。但他说满足他的人只有我，一晌贪欢，我陷入了他设计的沼泽。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，怎么会被区区一个女明星吸引呢？一辈子的承诺既然那么容易做出，为什么偏偏是我呢？柳柳不好吗？我躺在地上，麻痹着自己的思想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江毅哭。我对自己发誓，江氏集团陷入了夺位的风波，可能这就是他伪造车祸的真相吧。但是我已经不好奇了。江毅和柳柳被拍到同住甜蜜小屋，画质清晰到能看清柳柳的黑头，
柳柳小三江心出轨的话题在网上爆炸式传播，他是真的等不及，即使一辈子背着小三的骂名。江毅发了一条声明，没有第三者。紧接着柳柳也跟着发了一条声明，不是插足，和阿义一直是朋友。朋友能接吻的朋友吗？可别侮辱朋友这个词了。既然他这么想上位，不助他一臂之力，倒显得我不识趣了。我将离婚协议书和他们的接吻照发了上去，一旦激起千层浪，我操，好恶心的小三，真把网友当傻子是吧？接吻的朋友，心疼江大美人，遇上这么一对渣男贱女，雷神之锤，求锤的锤。我相信我的柳柳，他不可能做这种事，照片一定是 P 的。脑残粉真是没救了，我长舒一口气，久违了这种好心情。我摸摸肚子里幼小的胚胎，不要怪妈妈哦，你的爸爸实在是有些坏。喝了一杯咖啡，在返回桌面时，所有的词条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竟是柳柳演技。这种憋闷和窒息的感觉似乎要将我摧毁。我跪在马桶前，吐到发抖。是啊，能是谁呢？这么维护着他的新欢，他那么有势力，怎么会眼睁睁看着自己所爱之人被万人嘲笑？我不信邪地颤抖着打开词条，确实没了，甚至那些评论都不见了。好想报复，好想毁灭。我想起来，柳柳在得知我和江毅交往后，那高高在上的嘲笑，你就是个床伴，是被睡了转头就能扔掉的垃圾。手机嗡嗡作响，是江毅。我挂断，再响，再挂断，再响。他终于放弃，给我发了微信。我是为了你好，我约了产科。医院发白的灯光让我有种快要死亡的错觉。躺在手术台上，冰冷的手术机械在我身体里运作。对不起，孩子，妈妈对不起你。我们下辈子再重逢，好吗？我没有父母，所以曾将江毅当作最安全的港湾。港湾也有离开的时候啊。经纪人搀扶我回了他家，陪了我5年的经纪人如心软的神，收留了破碎的我。我以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但终究是被媒体堵到了。江毅喝多了，在经纪人的家门口砸门，敲得我头快要炸开。打开门，江毅跪在门口，他扯着我的裤脚，哭到鼻涕都流了出来。风流的江城名少，也有这么狼狈的一天。真好，江心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你就不能多等等我呢？我真的很努力在解决了，是我们的孩子啊！我差点就做了父亲。他整个身体靠在我的小腿处，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，吵闹着要找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我蹲下身，视线和他对齐，慢慢擦干他的脸。因为你不配啊，江毅，你怎么配成为人父呢？你是这么的自私，这么的无情。孩子是天使啊，你认为我会给你一个天使吗？你只配一个人。哦，不对，你有柳柳。我打开手机通讯录，打通了柳柳的电话。你老公在我这里耍酒疯，速来！我看着他绝望的脸，报复的快感席卷了我的全身。挂断电话，我一把推开江毅，看着他跌坐在地上，我关上了门。柳柳进了医院，听说现在昏迷不醒，听说是从楼梯滚下去的。对了，是江毅推的，真是好一出苦情大戏，给我都看笑了。我委托律师尽快起诉，他们2人的戏我实在是看得有些够了。趁着这段时间，我决心好好休养身体，订了海城的机票，一个人踏上了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沙滩上，湿润的空气中弥漫着咸咸的味道，海浪拍打着岸边，如同自然的低语。一晃1个月过去，我站在阳台，望着天边渐渐西沉的夕阳，将海面染成一片橙红。沙丘上，
夕阳将人影拖得老长，定睛一看，竟是江毅。他的气质沉稳了许多，可能是胡子的功劳。他曾用短短的胡茬在我的身上描绘，像是做一幅满是爱意的画。走近了才看清，时光在他身上好似加了速，头发竟也斑驳着一些白发。他抬头找寻着什么，我没有避开，倾城的眼神与他交汇。他定了片刻，坚定走来，好久不见，再见面竟也没有那么难熬。他傻了一般，定定地看我，真的是你，江心。怕我反悔，他用力地攥紧我的双肩，焦急开口：一开始的车祸是小叔设计的，为不打草惊蛇，我才假装昏迷。柳柳我们从来没有复合，他的家族生意是救我们公司唯一办法。之所以没有告诉你，是怕你担心。接吻那天是柳柳求我演一场戏，没想到还没等他说完，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，打乱了气氛。他挂断，看我的脸色，但铃声急促催命一般。我示意他先接电话，对面焦急的声音传来：毅哥，柳柳喝药自杀了，你快来吧。他还是走了，我早知道的。他本就心软又多情，红颜舍命相求，哪个男人不会心疼呢？可是我有点受够了，又有点不太想让他们好过了。真当我是软柿子，可以随意揉捏吗？我坐上了回江城的飞机，然后我出现在了江氏集团的会议现场。江毅看见我很是开心，他激动地来扯我的手：江心，你是来找我的对吗？我微微一笑，甩开他的手，坐在了副座，看着他开口：江总，我是来开会的哦。别开玩笑了，江心，你过来开什么会？我向他竖起手指，比了个耶。刘总将股份卖给我了，我现在是股份第二多的。你买了刘总的股票，你为什么不和我说？他震惊得不顾员工的目光，拽紧我的手，将我拉出了会议室。你为什么要买股票？关你什么事？我靠近戳他的胸。你哪位呀？请问我们还没有离婚，是这样吗？我抬手示意他看后面，柳柳站在那里，弱不禁风，真是好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。他站在那里没有向前，豆大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，比我还要像一个倔强又委屈的原配。我冷冷看着他，抱住了江毅。江毅僵在原地，我对着江毅的耳边呼吸，引起他一阵又一阵的战栗。我得意地看着柳柳，他显然被气坏了，冲过来扯住我，将我们分开。他把江毅护在身后，像保护儿子的妈妈。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他质问我。我被他没脸没皮的三观气笑。大姐，你是小三，这么嚣张合适吗？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，江毅爱的人是我，是吗？我看着江毅，他推开了柳柳，回身搂着我的腰。我爱的人是江心，一直都是，永远都是。江毅冷漠地看着柳柳，从头到尾都是我父母逼我的，之前是我懦弱，才让欣欣受了这么多委屈。以后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了。柳柳瞪着我，眼泪又噼里啪啦往下掉。我双手抱肩，看着他委屈的表情，淡淡开口：柳柳，你所谓的真爱就是这，做女人做到你这个份上，真可怜，一个男人而已。我其实也不太想要了，既然你这么喜欢，这种垃圾就让你捡走好了。江毅错愕地看向我，我没有看他。柳柳指着我对江毅崩溃喊道：阿毅，他不爱你，爱你的人是我呀，你看看我好吗？我看着柳柳失控的表情，觉得有些好笑，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再回神，巴掌已经甩在了柳柳的脸上。我离开了公司。柳柳，你也蹦跶够了吧？柳柳这么多年是怎么上位的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江毅被公司的事弄得分身乏术，哪还有精力去救他？
我联系了柳柳的对家，给他们提供了些柳柳耍大牌、欺负新人、虐待助理的黑料。他们动作很快，柳柳职场暴力的事情很快就上了热搜。网友也不是傻的，义愤填膺地要求柳柳向新人小花和助理道歉，又循着他代言的品牌一家一家逼迫他们解约。慢慢的，圈内人士也开始揭露他的种种行径，小三的话题也重新被网友提起。这种人品，知三当三，一点都不意外。老子真是眼瞎，喜欢这么一个黑莲花。道歉，心疼助理，让助理睡在地上。我不信明星开不起一个标间，简直太过分了，真热闹啊！这次就让柳柳变成娱乐圈的查无此人吧。我拨打了电话，你现在可以举报了。随之，柳柳前助理发布了一条视频，是柳柳偷税漏税的公开举报和证据展示。这下可就不是道歉就能解决得了的了吧？账号被封停，超话被关，粉丝脱粉，还要赔偿违约金和补税。柳柳现在应该焦头烂额了吧？在这个圈子，不要以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，站得越高，死得也越快。都入行这么多年了，就让我给他上最后一堂课吧。也不算大学时候，朋友一场，江家人开始对我进行不厌其烦的骚扰，婆婆终于开始关注起我这个糟糠，3天2头送保养品给我，今天鲍鱼海参，明天珠宝首饰。难道这些东西是我买不起吗？公公听说我买了江氏集团的股份，一开始是电话质问，后来我索性将他删除拉黑，外界纷纷扰扰，我一心只想进组。上，最近没有新剧的邀约吗？我躺在床上敷着面膜问经纪人。有啊，你也不去啊？没有好的作品，平白浪费我的演技。他突然起身，欣欣，之前追你那个顾长歌你还有印象吗？顾长歌？哪个导演？他怎么了？他的电影在戛纳获奖了，听说最近回国要筹拍一部新剧呢。戛纳？我把面膜扯下来，从床上一跃而起。上，快去帮我问问他要拍的新电影是什么题材，女主角有没有定下来？他慢慢悠悠回复，知道了。我回去就问。我急了，抓着他的小手威胁，还回去什么呀？现在就给我问。他知道我对工作的认真程度，当下就联系到了知情人士。顾长歌要拍文艺片，不保证票房，女主角还要海选面试。上认真看我，你现在已经是影后了，为了这个电影，你要去参加海选吗？对我来说，这确实不是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。出道即巅峰，但这2年我再也没有碰到过适合我的剧本，尤其是和江毅这种男人在一起的时间，我简直是耗费了大量的青春。我真为自己过去的时间懊悔，但重头开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我去了顾长歌新剧的海选现场，看着和我同台竞技的一个个年轻靓丽的脸，我想到了自己。当时是柳柳推荐我入行的，那时的他已经小有名气，虽然我只是他新剧的一个个小配角，但人物刻画十分丰满，有美满的家庭和爱他的父母。这是我第一次，好像真的有了爸爸妈妈，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决心。我的不圆满，靠这种方式也可以实现。看见我，顾长歌很是惊讶，以你的咖位，完全没必要和其他人一起来海选。顾长歌坐在前面，眼睛纯澈清亮，戴着金丝眼镜，气质斯文优雅，透着一种距离感。我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不同，不是吗？好，那开始吧。这部电影里，我饰演的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洗脚妹。表演结束后，顾长歌评价：没阅历，很表面，
很难过，也很认同。专业就像是需要长久磨砺的刀，时间久了就容易发锈。你能接受女配吗？当然可以。我认为每个角色都值得演绎。顾长歌看着我，眼神噙满了深情和认同。你没变，和当初我认识你的时候一样吸引人。现场八卦的眼神在我和他之间来回切换。我看着顾长歌，不能否认他在专业领域深耕时散发的魅力。我面不改色地向他致以微笑，心跳却快了一点。江毅一直没有同意我们的离婚，离婚案开庭在即，但我忙着拍戏，今晚一个角色杀青，我们约好了聚一聚，和剧组相处得很好。但人多的时候，也免不了听到我自己沸沸扬扬的感情八卦。你说江心有没有离婚啊？她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刚离婚的人，每天工作状态那么好呢。这种美女都遇人不淑，到底是什么人才能拥有爱情啊？是啊，这个问题真是一个旷世难题。我喝了一口红酒，打算悄咪咪把八卦空间留给他们的时候，竟看见了顾长歌。需我向他竖起手指，他点点头。你还好吗？我和顾长歌吹着风，今晚的月亮很圆，映出枝头的影子交织在我们的脚下，挺好的呀。你不在意他们的话吗？我向前快走几步，踩在一个枝头的影子上。导演，你知道吗？我活到今天才发现，演戏真的很好。为什么？他驻足，和我的影子并肩。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很优秀，我更爱自己了。顾长歌修长的手伸过来，摸了摸我的头。你一直都很优秀。你把手给我放开。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江毅，一把推倒了顾长歌。我吓了一跳，快步走上前。顾长歌头撞击在地上，额头渗出血迹来。你有病吧，江毅！我冲过去，将江毅从身边推开。江毅猩红着眼，作势要去踢顾长歌。我拦在顾长歌面前，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只觉失望。你居然拦着我！他是在占你便宜，是吗？可能在江少眼里，男女之间只能有上床关系吧。我嘲弄着看向江毅，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。我和柳柳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但是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江毅抿着唇，声音偏低，静静看着我，说得慢了，还有一丝委屈藏在里面，看得我想笑又无语。一开始我也想歇斯底里去质问，也想发疯扯柳柳的头发痛骂，也曾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一对渣男贱女。这一刻，他站在我面前，我才发现我其实是个很容易放下的女人。我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还有点想笑，可是我不原谅啊，江毅，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。江毅垂下眼睛，死死盯着我的手。为什么？给我一个理由。因为他，是吗？江毅恨恨地指着我身后的顾长歌。我回头看向顾长歌，他一直都是很有分寸、很注重细节的人，站在我身后，给予我足够的安全感，不想再听那些恶心人的猜测。我皱眉示意顾长歌离开，江毅却在转身的瞬间抓住我的手腕，他紧紧扣着我的手，温热传递过来。我才知道我讨厌他已经到了反胃的地步。我猛地甩开他，往后退了一大步。别碰我！我感到恶心。恶心这个词可能真的刺痛了江毅。他没有跟过来，他的手垂在下面握紧，眼睛红红的，好像在忍耐什么。走出2步，我想起来，转头对江毅喊道：明天离婚案开庭，记得出席。开庭现场，律师在出示着江毅的出轨证据，气氛有些微妙。江毅坐在对面，低着头，萎靡不振，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瘦了许多。他最近确实不太好过，公司项目频频暴雷，柳柳也查无此人。
离婚还要分一半财产给我。法庭发言环节，法官要进提问：你们夫妻二人是否有孩子？我刻意忘却的记忆像洪水涌入我的脑海，冰冷的、颤抖的、害怕的、无助的。是的，我曾经有过一个孩子，有过，在对方出轨的时候打掉了。我哽咽着开口，听见这话，江毅捂着眼睛趴在桌子上，他的肩膀一颤一颤的抖动。我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荒凉。你们是否考虑过家庭疏导或者婚姻咨询？你们的财产如何分配？是否做过婚前公证？有没有试过通过沟通解决问题？感情在这里像一场巨大的喜剧，审判着的婚姻带着荒谬和玩笑。当庭宣判，解除婚姻关系，终于摆脱了束缚，走出法院，看着蔚蓝的天空，重获新生的感觉真的太好了。江毅追上我，带着祈求和可怜：你就这么开心？是啊，很开心，特别开心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再给重新追求你的机会好吗？欣欣，你不是演技很好吗？假装车祸，那你再去演一次给我看好了。他被我的要求吓白了脸，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江毅，我真的烦透了你。我坐上车，没有回头再看他一眼。我又上热搜了，江欣离婚，江欣演技。我的电影上映后，我终于又以演员的身份回到了观众的视野，将大美人演得好好，完全带动情绪。明星还是要靠专业站住脚跟，我支持你。不愧是影后，配角都演得这么出彩。我发布了一条状态，是在剧组里和大家的合影，还有一张离婚证。文案是重新开始，放下电脑。顾长歌给我发来了微信：晚上剧组庆功宴，功臣一定要来呀。没问题，顾大导演。电影票房居高不下，大家都很开心，酒也喝得多了些，我也是，脸有些热。我走到门外，想要透透气，喝点吧。顾长歌走到身边，递给我一杯柠檬水，谢谢。入口是蜂蜜的甜香，水还有些温热，我有些感动。顾导，真的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你自己说自己很优秀的，忘了吗？他向我调皮地眨了眨眼睛，促狭地对我微笑。我抬头看漫天的星星，突然想要去西藏看最近的星空。我和经纪公司请了假，一个人跑去了西藏。浪漫的星空下，我竟然看见了顾长歌。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在这里，我就来了。他如墨的眼神盯着我，竟让我有些喘不过来气。但我不能，我把江家的股票高价抛售了。江家现在内斗得四分五裂，股票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。江毅后来又来反复找过我，像一块粘人的狗皮膏药。我换了房子，又忙着进组，江毅每次都扑空。我们的影片入选了戛纳，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消息。红毯上，我穿着明艳大气的国风礼服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荣耀。灯光闪烁下，顾长歌搂着我的腰，在我耳边低语：江欣，做我人生的女主角。我诧异地抬头看他，此时在全世界优秀演员的面前，在璀璨的世界舞台前，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。我不会逼你现在做出决定，即使你拒绝我，也绝不会影响我们的后续合作。他真诚的脸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从朋友开始吧，我笑着告诉他。好，那就从朋友开始。顾长歌放松的笑，带着释然。这一瞬间，我好像明白了，错的从来都不是爱。全剧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京圈太子爷与我青梅竹马，却被一个洗碗妹勾上了床。他从不摘下的佛珠被戴在了女孩手上，甚至缺席我的生日宴，只因为消失1年的女孩又回来了。
他们的爱情感天动地，而我的一纸婚书沦为笑柄。后来我扯断了那串佛珠，对文时燕说：佛珠已断，你我再无缘。可他却死死拉住我，断了我便再去求，不要离开我。时针滴答滴答走个不停。这场宴会的另一个主角却迟迟未到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也是向亲朋好友宣布我和文时燕订婚的日子。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，我穿着华丽的礼裙，左手上的钻戒璀璨耀眼，这本该是美好婚约的象征，现在却成了明晃晃的嘲讽。两家人脸上都在挂不住笑，只得先开始生日宴。文父面上怒气隐现，时燕这小子跑去哪了？小唐的生日宴都赶不来。闺蜜凑在我身边，焦急无比。季唐，你再给时燕哥打个电话试试。我看着手机上满屏的未接电话，不由苦笑。文时燕不接我的电话，也不回我的消息。从前，哪怕我3更半夜打电话，他也会秒接。我的每个生日，他都会精心为我准备礼物。他是京圈太子爷，旁人唯恐惹他不快，我却可以向他肆意撒娇使坏。每次他都温柔地揉揉我的头，说：也就你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了。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一切都变了。我失魂落魄，指尖再次点上那个电话号码，终于电话接通了。但接电话的却不是文时燕，而是他的秘书。那头似乎是在某个医院。秘书语气纠结：季小姐，文总今天应该无法出席了，不用等了，是徐小姐回来了。默念几番那个名字后，我才逐渐回过神。徐小溪，原来是那个消失1年的女人回来了。提及这个名字，文家人无疑不厌恶至极，毕竟他是靠在宴会上下药，把文时燕勾上床的，这样下作是手段，谁瞧得上呢？文时燕一开始也唾弃鄙夷，她把我抱在怀里，靠在我肩上，声音浸满疲惫：小唐，我不是自愿的，别不要我，我怎么会不要他呢？我只会心疼他。那个女人的资料我看过，样貌顶多算清秀，穿着朴素土气，家里还有个常年住院的弟弟，可以说是扔到人海里都找不出的普通人。若不是他在那个宴会后厨洗碗，他这辈子都接触不到文时燕。那天之后，文时燕嫌恶地扔给他一笔钱了事，我也以为这是就此翻篇，可哪想翻来的新篇逐渐不对劲。文时燕慢慢变了，我拉着她陪我逛街，开开心心问她哪件衣服好看，她却盯着一件素白的裙子走神。我看见她眼神闪烁一瞬后又恢复沉稳，只说没事，只是觉得那条裙子挺好看的。好看？她不懂女孩子的穿着打扮，一向以我的喜欢为准，而我只喜欢明艳张扬的颜色，白色从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内。我留了个心，助理在几天后递给我几张照片，照片上那条价格不菲的白裙穿在了徐小溪的身上，如同一记重锤砸在我头上。思绪拉回，我喉间干涩，磨磨蹭蹭回到自己家，只想静静心，却不料在门口看见了文时燕。我还没找他，他倒先来找我了。他倚在车身上，眉间轻抿，看见我回来，他只是淡淡瞥来一眼。我撑起笑，嘴唇刚动，他便开口了：1年前是你让徐小溪离开的。我笑意僵在脸上，是，可那是因为我查明了徐小溪的身份，他是商业间谍，接近文时燕只为了窃取机密。那段时间他在生意上屡遭不顺，我不想这是在让他心烦，所以私下找了徐小溪，给他一笔钱，让他离开，不许再出现在帝都。他离开后，文时燕也知道了他的身份，
揪出了幕后指使者，将对方逼压到破产。那时他不是也很生气，咬牙说最好别让他抓到徐小溪吗？可现在为什么反倒像是我做错了事？是，怎么了？我捏紧发抖的手，声音强作镇定。他微微笑了，眉眼却更加阴沉。那他离开后没多久就缠上债务，这事你知道吗？我愣在原地，喉间像堵了石头般，只字难言。他怀疑我，你觉得我会做这种事吗？我想继续追问，却不敢再出声。他眼神冰冷得可怕，我见过他这样的神情。高中时我被男生骚扰，他就是这样面色阴鸷地踹断了对方的腿。可现在他看我的眼神和当初看那个男生的一样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泪水从眼眶溢出，砸在礼服上，更显狼狈。文时宴眉间松了几分，身形一僵。他从来舍不得我哭，是我说话重了。小唐，别哭。他伸出手替我抹着泪水，声音别扭又有些慌乱。我垂着眼，委屈如潮水涌上。文时宴，你不要我了吗？把我丢在宴会上，让我被人笑话。我们的婚约是不是不作数了？我哭花了妆。他终于心疼了。今天是我不对，过几天我给你补一场，好不好？很奇怪，我派去调查的人说，徐小溪1年前离开没多久就负债了，幕后黑手竟是我名下的公司。可我明明替他弟弟结了医药费，还给了他500万，怎么会再闲得没事害他？那晚我哭得狼狈，文时宴心软了，抱着我安慰了许久。他哄着我回了家，可在我半梦半醒时又想离开。他知道我睡眠不好，容易半夜惊醒，从前总是陪在我身边，等我睡熟了才走。可现在他却要离开，去哪？找徐小溪吗？不能让文时宴再去见他。我轻轻拽住他的衣角，眼角湿润，滑出泪珠，似乎是在睡梦中呓语。文时宴，不要丢下我，我害怕。他脚步顿住，停下许久后，终于还是留了下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一走，我就故技重施。于是文时宴寸步不离，陪了我好几天，亲手操办我们的订婚宴。他的手机总有一个陌生号码打来，文时宴不理会，面无表情挂断后将手机静音。只是趁我没注意时，他会偷偷到阳台发消息。我再次画上精致的妆容，穿上红艳的高定裙子，挽着文时宴的隔壁走上宴会的红毯。只是没想到徐小溪会出现在我的订婚宴上。他穿着病服，面容苍白憔悴，在大门外拉着文时宴秘书哀求：沈先生，你让我见见他好不好？我弟弟的病情又加重了，能不能帮帮我？宴会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走，文时宴也望过去，他似乎没想到徐小溪会出现在这，眉间轻蹙，示意秘书把他带走。徐小溪拼命挣扎，我扭头对我的助理说：愣着干嘛？把这人嫁出去。助理赶忙招呼几个工作人员上前，边好言相劝边带着他往外走。文时宴收回目光，牵住我想转身。小唐，没事。就这一瞬，徐小溪猛然咳嗽起来，一声声竭力又痛苦，仿佛要被身体咳散一样。助理又一个拉扯后，他浑身瘫软，向地面摔去。也就是在这一瞬，文时宴松开了我的手，我亲眼看着他冲向大门，拨开人群，将地上的虚弱的女人拢在怀里。去开车，快送去医院。草草安排完订婚宴的时候，我便赶去了医院。那是全市最好的私人医院，医疗资源是最好的，同时也费用高昂。第一次见到徐小溪的时候，他还可怜兮兮睡在公立医院的走廊，
为了省医药费，就着矿泉水验馒头，现在就住得起这私人医院最高档的病房了。刚踏进那个病房，就看见文实验揉着眉心听医生讲话。徐小姐没什么大碍，只是长时间的过劳和焦虑，导致身体不好。至于她的弟弟，文实验淡淡笑了一声，瞥向了我。徐良的主治医生，是不是该换了？小唐，你说，一个主任如果连药都能用错，是不是该卸职休息一下？我察觉一丝不对。文实验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聊聊。什么误会？文实验语气淡淡，眉眼间却晕着一股戾气。我只知道我查到的是你和那个医生有钱力交易。真巧，这是你朋友的医院，还要我把当事人喊过来追究到底吗？我呼吸不顺，正要开口，就被床上的徐小溪打断。她唇色苍白，拉了拉文实验的衣袖。算了，不怪吉小姐，要不是我实在走投无路，也不会再回来找你，是我太讨嫌了。文实验抓着她的手塞回被子，不予置疑。手这么冰，还到外面乱跑，你还想在这医院多住几个月？他的动作并不温柔，病服的衣袖向下滑落，露出徐小溪一截白皙的手腕，以及他腕上的檀木佛珠。不会看错的，我特意挑选的紫檀木，亲手编的祈福结，甚至上山在寺庙里跪拜几日，只求文实验平安顺遂。我送给文实验后，他从未摘下过。平日里，别人哪怕碰一下都要遭殃，现在却戴在了徐小溪的手上。我自嘲一笑：怎么，原来你的婚约对象已经换人了吗？文实验更不悦了：纪唐，我只是看他可怜，顺手帮帮他而已。我们的婚约不会变，你没必要这样做。你现在是不信任我吗？床上徐小溪的得意都快溢出眼了，看得我笑出声，还能一切照旧。我嘴角僵硬的勾起，眼前模糊一片。不，你早就变了，是我一直在自欺欺人。我们需要冷静一下。我抱着手机等了几天，却没有等到文实验的一个电话。没办法，我打给了他朋友沈洛，你能不能帮我问问文实验，他现在是要做什么？沈洛大大咧咧：文哥还能做什么？他就是看徐小溪可怜，帮帮他而已。你放心，文哥对你才是真爱。纪大小姐，你就别针对徐小溪了。当初他接近文哥只是为了救他弟弟，现在回来也是处境实在太艰难了。我默不作声，对方继续絮絮叨叨。原来在文实验朋友的眼里，我是张扬骄傲的大小姐，而徐小溪是娇弱又坚强的小白花。一切都是身不由己，都是被逼无奈。反倒是我，有时文实验在外情绪不佳，回来还得耐心哄我开心，而在徐小溪那，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发泄情绪。你说的对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该去道歉。对方语气一下轻松起来，对吗？你跟文哥认错服个软，这事不就过去了吗？不，指尖掐在手心，疼得要死。我会查清所有事，再告诉文实验医生，我们的婚约解除吧。青梅竹马20多年的感情，现在成了笑话。我动用手段去查徐小溪身边的人，却什么也查不出。文实验这些天打来了很多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。他派来找我的人，我也全都闭门不见，强迫自己投入到工作里，却频频出错。于是我干脆去酒吧里买醉消愁。我喝得晕乎乎，盯着手机屏幕上一连串的未接电话发愣。突然，旁边冒出一个男人，语气轻佻：“美女怎么一个人喝酒呢？不如来陪陪我。”我蹙眉躲开，他却上手来拉扯我。一不小心，电话拨了出去，响铃几声便被接通。一瞬间，
委屈和恐慌涌上心头。我想像从前一样向他撒娇求助，但那头安静几秒后先出了声：“小唐，你想通了吗？我们和好吧。”幻梦瞬间被击碎，久经麻痹的大脑也终于清醒。他的保护伞现在为另一个人而撑，甚至为此不惜对我恶言相向。他已经不是我的文实验了。一旁的男人没注意到电话，更加过分地摸上了我的肩膀。美女，陪陪胳膊，顾不得挂电话。我挥开他的手，滚开，别碰我。男人纠缠不休，文实验察觉不对，厉声呵斥对方后便要找我。男人不屑地要上前抢走手机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清朗带笑的声音从我们身后传来，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拽住了男人，将他生生定在原处。这位先生，在我的地盘闹事，不太好吧？见真的有人来帮忙。那个男人扔下一个恶狠狠的眼神就跑了，身后的人端着酒杯与我轻碰。好巧，我是这间酒吧的老板，也是你的老同学，好久不见，纪同学，还记得我吗？我眨眨眼，看着眼前一双桃花眼、笑意温柔的人，竟是齐燕。怎么会不记得呢？只是他变化太大，我一时没认出来。高中时，他坐在教室角落，总喜欢戴着卫衣帽子，闷头趴在桌上，谁来都只冷冷一眼，像只刺猬。有次前排同学不知说了什么，他就像被踩了尾巴般，瞬间揪起那个同学，凶恶地将对方抵在墙上。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。回过神，我客气道：“好久不见。”电话还没挂，文实验的声音焦急又疑惑：“小唐，你在和谁说话？我这就过去找你。”齐燕挑眉看了看我的手机：“文先生吗？不用了，季同学已经没事了。”眼看文实验的责问就要出口，我迅速掐断了电话，而后举杯与齐燕再次轻碰，露出这么多天第一个笑：“齐同学，刚才多谢你了。那天聊了许久，我才知道齐燕后来去了其他地方发展，这2年才回来，接手家里公司，后年开了一家酒吧。见齐燕对我的新项目感兴趣，我欣然与她合作起来。聊了这么久，正好到饭点，我知道有家川菜不错，一起去试试。”齐燕整理完工作资料，又贴心地将我的外套递来。我微笑点头。和齐燕相处的这些天很轻松，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她的喜好与我契合度很高。文实验胃不好，口味清淡，和她在一起久了，我也就很少吃辛辣的东西了。但齐燕却能和我拼一拼谁更能吃辣，一直笼罩着我的阴云散去不少。我和她有说有笑地走出公司大门，却没想到遇见了文实验。我视而不见，她却拉住了我的手，一脸警惕地看着齐燕：“小唐，你不接电话又躲着我，就是和这人在一起。他不是高中那个姓齐的吗？这种内心阴暗的人能是什么好人？你还是远离为好。”我冷漠道：“那怎么办？该在我身边的人不是已经去保护其他人了吗？徐小姐可怜，文先生还是快回去陪她吧。”文实验拉住我的手上青筋浮现，我却没有感觉到什么力度。他深吸一口气：“我们都冷静一下吧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他语气骤然软下：“周末一起回家吃个饭好不好？好久没见叔叔阿姨了。”小唐，乖什么？我满心期待和他订婚，他却为了别人抛下我。现在难道还要我既往不咎？一顿饭就和他重归于好？我握紧拳头，忍着给他一拳的冲动。好啊，不过我想先和徐小溪见一面。路口那家新开的川菜馆，你带他来吧。包间里气氛紧张，文实验看着一桌红的菜，
以及大快朵颐的我和齐燕，脸色不太好看。小唐，少吃点这么辣的，对胃不好。闻言，我又舀了一大勺麻婆豆腐，打断他：胃不好的是你，是我一直在迁就你，不是我不吃辣。文时燕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妥协似道：好，那我们现在能好好谈谈了吗？我悠悠喝了口水，看着对面的徐小溪，一段时间不见，她面色红润不少，坐在文时燕身边，显得乖顺又无害，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。她穿着那条白裙子，谈怎么不谈呢？我放下杯子，起身走到她面前，在文时燕看不见的视角里，她朝我微微勾了勾唇，手腕上的佛珠刺得我眼眶发热。我伸手扯下了那串佛珠，文时燕见我动作，下意识抬手挡在了徐小溪面前。我眨眨眼，压下眼眶酸涩，释然地笑了。文时燕，我们真的结束了。我拎起佛珠，在文时燕诧异的目光中将它扯断。我亲自为你祈的福，为我们求的缘，从此烟消云散，珠子砸落在地，咚咚作响。文时燕不可置信地站起身：季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的眼里似乎闪过一抹无措，但又很快被怒意掩过。小唐，你不乖了。我声音轻轻：很简单，我不要你了，我们不欢而散。文时燕好像红了眼，但仍放着狠话，一字一字咬着牙吐出：小唐，不要后悔。在他离开后，我心底的委屈伤心终于一下爆发，泪珠控制不住地砸落。我抽着气，背着齐燕，拼命用手抹眼泪，越抹越狼狈。大小姐，怎么了？我嘴硬：太辣了。身后人叹了口气，拿着纸上前转到我面前：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不过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。他给我擦着眼泪，不在不值得的人面前哭。我们要往前看，这还是你以前和我说的。被他一安慰，我心头苦涩消散不少。我擦干眼泪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。然而文时燕却处处给齐燕那边使绊子。他是故意针对齐燕，但齐燕却满不在乎，朝我神秘一笑：没事。我也给文总回了份大礼。5天后，我终于知道这大礼是什么。文时燕的秘书打来电话，说他收到一份文件后突然暴怒，和徐小溪大吵一场，连带着工作时也浑身低气压，公司里的人大气都不敢出。吉小姐，你能劝劝文总吗？我直截了当地拒绝。你帮我给他带句话，不要后悔啊。挂断电话，我与齐燕相视一笑。他竟然调查到了徐小溪贿赂那家医院医生的证据，还送给了文时燕。原来是徐小溪和那个医生勾结，对好说辞再推到我头上。我有些意外，你怎么查到的？我用了好多手段都查不出。齐燕漫不经心一笑：酒吧老板的消息当然灵通，反正我不是什么好人，用的当然是不好的手段喽。但对你，我从没有生出什么坏心思。项目进度顺利不少，倒是听说文时燕工作时频繁出错，甚至弄错了重要文件。一向工作狂魔的文总竟会出这样低级的错误。再次碰面是在一场商业酒会上，我站在齐燕身边，与他人谈笑甚欢。有人不经意提起，也不知文总最近是怎么回事，听说砸了几个项目呢。我动作一顿，终于望向人群后的文时燕。其实一进场，我就感受到了一道炽热的目光，只是我装作不知道，刻意避着他。现在相隔数十米，我对上了文时燕的目光。他站在边缘，一杯接着一杯的喝酒，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，没人敢上前和他交谈。徐小溪站在他身后，看着各路商业大亨，连句问好都说不出口。
显得十分局促。齐燕顺着我的视线望过去，举起酒杯，冲着文实验遥遥碰杯，而文实验只能咬牙看着齐燕，目光几乎要化成尖锐的刀子。他低下头，像是内心挣扎纠结着什么。片刻后，大步向我走来，穿过人群，他来到我面前，喉结滚动几番，也没说出话，只是细细地看着我，眼里的思念快要将我吞没。我躲开眼想走，他又拽住了我。这次他只轻轻碰到我的手，又很快松开，小心翼翼至极。小唐出口的声音沙哑低沉，我这才看清他，眼下是盖不住的青黑，血丝拉满眼睛。他什么时候这样憔悴过？佛珠，我又去求了。他扯着笑，尽量让声音显得自然一点。我去山上跪了3天3夜，结也是我亲手编的。他说着，拿出了一串佛珠，几乎和我求来的那串一模一样。不要再扔掉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他意有所指，不要丢下它。绚丽灯光下，他满是期望地看着我，像极了当时订婚宴上希望他留下的我。可他却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徐小溪。明明是他先丢下我。视线划过匆匆赶来的徐小溪，我低声问道：“你是为我求，还是为另一个人求？”“是为你。”我笑起来。如果那时你也能这么坚定地选择，我就好了。可惜没有如果。我挽上了齐燕，文实验悬在半空的手缓缓垂落，我声音轻飘，给了他最后一个告别。已经有人继续站在我身边了。在我转身的那一刻，我听见有人摔倒在地的声音。文实验似乎捂着嘴，喘息声压抑而痛苦。以前他经常忙于工作，不按时吃饭，长时间就落下胃疼来。但每次他疼起来，我就掉着眼泪给他熬夜，盯着他吃饭。他舍不得我担心。之后犯病的频率便慢慢减少，我已经记不得他上次胃疼是什么时候了。看着一脸慌张嘟徐小溪，我熟练地报出一串电话号码。文实验的私人医生，告诉他文总老毛病犯了。你连文实验有什么病都不知道吗？你真的爱他吗？真是可笑。我性格张扬，有时和文实验相冲，照顾不到他的所有情绪，但我从未疏于对他的关心。而徐小溪口口声声说能接纳他的所有情绪，却连他有胃病都不知道。不会再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他了，也不会再有人像我一样爱他了。文实验开始变了样地向我示好，但我并不领情。他送来奢侈品牌的当季新款，我一眼没看就分给了手下员工。他刻意送来几个投入少、回报高的项目，我一一拒绝。他甚至偷偷组织了同学聚会，只期望能见到我。我终于受不了，打电话冲他发泄一通。你以为这样你对我的伤害就能一笔勾销吗？文实验的声音抖得不像样。不是，我只是想弥补。可你抛下了我2次，我要怎么相信你现在是真心的？对面平静过后传来压抑的哭声。我挂断了电话。同学聚会，齐燕眯眼思索着，恍惚间又浮现一抹少年的戾气。我对高中没什么好回忆。除了班长。我缓过心情，疑惑地看着齐燕。班长不就是我吗？那天课间冲突，他将说闲话的前桌抵在墙上，眼看就要打起来。身为班长的我赶忙上前劝解。他看向我的眼神凶恶又脆弱。后来我知道，他们冲突是因为他前桌说他妈早死了，哪有人管他？也许是班长的职责所在，也许是不忍。我开始默默关注起角落这个孤僻的同学，替他解围，教他写题，从我单方面输出，到他慢慢主动开口。终于，星空下的天台，
他向我倾诉了一切。妈妈病逝后，他爸爸扶正了小三，带回了私生子，有后妈就有后爸，从此他没了家。那时我鼓励他，任他们欺负吗？往前看，然后夺回你的东西啊！那夜星辰闪烁，映在了齐燕无光已久的眼瞳里。他开始努力学习，考上知名大学，回家拿回了后妈和私生子霸占的家产，过往与当下重合。齐燕笑意浅浅，往前看，拿回属于你的东西。我也笑，没什么好拿回的，我只要他们为自己做出的事付出代价就好。那通电话之后，文实验消停了，如今不用我打听，都知道京圈太子爷是怎么个狼狈样。他把工作扔给秘书，抛下一公司的员工，整日躲在家里，对谁都闭门不见。好不容易他朋友敲开了门，也只见到满屋酒瓶和烂醉如泥的人。那人半梦半醒间也只会呢喃着小唐两字。至于徐小溪，被安排在了外面的房子里。齐燕撑着下巴慢悠悠道：怎么这么容易变心呢？我不置可否。晚饭时，我接到了文母的电话，电话那头有些犹豫：小唐，石燕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好一段时间了，她连着3天3夜不吃不喝，昨天进了医院。阿姨知道她对你做了很不好的事，但能不能请你去看她一眼？文母苦求。我最终还是去了。踏进病房，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文实验。她消瘦不少，吊着营养液的手背骨头凸起。我坐到了她床边，她疲惫睁眼看了我一下，又很快闭上，似乎不敢相信我真的来了。很快，她又睁开眼，仔细确认是我后，她眼角滑落泪水，嘴唇发抖。你来看我吗？我点点头，看着他清白的脸说：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？他咳嗽几声，声音像被砂纸磨过般：因为我弄丢你了，小唐，我后悔了。他呼吸急促起来，慢慢抬手附在眼上。我已经让徐小溪离开了，我还去山上又求了很多东西，可是什么都没用了。在他情绪平静下来后，我就离开了。走前我扔下一句：没必要把自己弄成这样。我不会心疼。我的话成了他唯一听进去的。几天后再来，他气色明显好了不少，满是忐忑地看着我说：医院外有一家不错的小吃店，听说老板自己做的辣酱很香，要不我们去吃吃看？他似乎比以前更加在乎我了。见我半天不作答，他的眼神又灰暗下去，像蒙了一层尘。我终于开口：好，文实验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文实验先是愣在原地，半晌脑子终于处理完这句话。你说什么？我提高了几分声量：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但你要怎么让我相信你这次是真心的呢？文实验强撑着从床上爬起来：我可以把我的一切都抵给你。他喊来秘书，当场拟了份证明。如果他最终的结婚对象不是我，他手握的公司股份将移交给我。疯狂的承诺，如果他再次失约，便将一切赔给我。出院那天，他将我紧紧搂在怀里：小唐，我错了好多，我怎么会那样丢下你？再也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，不要离开我了，我好害怕。婚约照旧，文实验高兴地操办起我们的婚事，但许久没出现的徐小溪急了，他在我的公司楼下大闹：吉小姐，求你让我和文总见一面吧。他哭得撕心裂肺，仿佛是被我欺凌的可怜人。不要这样赶我走。围观者越来越多，文实验终于赶到，他咬牙切齿看着面前闹事的徐小溪：我已经和你说清楚了，我们不要再有纠葛了。如果不是你从中作祟，我也不会误会小唐。
他命人将徐小溪强制拉走。我在人群外静静注视一切，只见徐小溪却眸光一暗，拼命扯住了他的衣角。文总，可是我怀孕了。文时燕向我发誓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，相信我。他拼命安慰我，垂在身侧的手却微微发抖。一个平平无奇的女人怀上京圈太子爷孩子，这是瞬间冲上网络热搜榜1，压都压不住。当然，这里面有齐燕的手笔，看出我心绪杂乱。齐燕想着法子带我散心，她新学了一道菜，很好吃，很合我胃口。期间文时燕都没来找我，答案似乎已经定下。1周后，他胡子拉碴的回来了，见面第一句是对不起。我面无表情，他又丢下了我。他是个骗子，但我早就没什么好失望的了。几天后，他和徐小溪奉子成婚，领了结婚证，大获全胜。徐小溪终于撕开柔弱的外壳，趾高气昂将红本子甩在我面前。青梅竹马又如何？还不是被我抢走了。我冷眼看着他，嗤笑：“你很高兴吗？毕竟文时燕的财产你也要捞到手了。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我拿起那本结婚证，证明生效，你要空手而归了。”他脸上的笑意慢慢僵硬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笑笑，凑到他耳边，轻声回答：“意思就是好好藏住你的马脚吧。别被我抓到了。”徐小溪反应过来后落荒而逃，他急于去掩盖什么，但无济于事。在他成功和文时燕结婚后，便按捺不住和幕后之人联系。齐燕顺藤摸瓜，一举找到了一直指使他的那个人，正是当时找他当商业间谍的那个对家老总。1年蛰伏，只为报复文时燕。而徐小溪1年前离开后，和弟弟吃喝玩乐，很快败光钱财，钱包空空后又被那个老总找上，装作是被害的负债累累，再买通医生，伪装弟弟病情加重，回到文时燕面前。这次的目的是骗走文时燕的心，成为文太太，霸占她的财产。这些丑闻被爆了出去，瞬间一片哗然。文时燕跪在我家前，眼神灰白，再照不进一丝光。可我早不会傻傻心疼她了。我又送了她一份礼物，齐燕派人蹲守拍到的照片，是徐小溪揽着对家老总出入酒店的画面。原来2人还是情人呢。你该先去问问，那个所谓的孩子是不是你的？文时燕疯了，听说他发了狂的逼问徐小溪，终于得到回答，确实不是他的。之后没几天，徐小溪意外摔到了肚子，掉了孩子。对家老总再次被揪了出来，听说被打断了他2条腿，而文时燕则被送出了国。他最后来见了我一次，再不负京圈太子爷的傲气，他垂头丧气，像只丧家犬。他笑意难看：“小唐，对不起，我不配再出现在你面前了，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你了。”我和齐燕坐在星空下，他拿出了一串编织的手链，他小心翼翼将手链递给我看：“我也替你祈了福，愿你平安顺遂，一生幸福。”那是一条红色的手链，挂着小福牌。我有些惊讶：“你什么时候去的？”那天宴会见完文时燕之后，他不敢直视我，浑身透着不安与忐忑。噗，原来是学着文时燕。我望着星空，缓缓伸出手：“替我戴上吧，以后一起往前走吧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